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壮士分享。这期带来是麦克法兰推出的这款经典的梦魇啊，当然也是经典的照片啊。这个盒子就不跟大家都说了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是推出那么多次，这个盒子还是这个峰会还是不一样。拿一边，我们来看玩具。那么梦魇这款大家也看过 N 遍了，因为一开始那个细狗那个也看过。那么这款改版了，但是改了以后呢，没有把那个脚的那个逆足给它进行一个还原，然后翅膀呢还是这个小夹子气比较小，它其实呢，可以把这个翅膀改的稍微大一点啊，就像那个原版的那种啊，做了一个新模，但是老麦嘛，他那个尿性不可能给你改。好，去掉两个翅膀是泛用的，头雕给你来了个新规。那身上的话，这个上半身基本上差不多啊，应该是以前的。新的是这个裤衩，这个比较宽了。那尖刺这些都是旧的。那这个增加了一个，就是把原来那个非常细的胳膊给你加了两个这个臂甲。那这两个臂甲呢，这个手腕大家看还是以前那个非常细的手腕。那下半身就不用多说了，没有逆足，完全就是老款的那个，很偷工减料。那说一下优点吧，优点是头雕还不错啊，全身上下的荧光反应也还可以，给大家照一下这个荧光反应，牙齿呢刻画还可以，那么身上的这两个也有荧光反应吧，啊，身上还可以。那么这次的我发现还是缺涂装，那么你既然你要还原啊，你把那个涂装给它改，那绿色的那个老款涂装也行。那么你做不出来的那种逆足的效果，那么你稍微在涂装方面啊，或者说在其他方面给你做出来，你看这种浮空的这种效果也行，看着还挺唬人，对吧？两个手往上一放，哎，然后呢这边也是往这一摆，大家一看感觉还挺像那么回事儿，对吧？你最起码的大家感觉那你用心做了，但是目前来看就是哎呀，你不能说画虎不成反类犬吧，反正它肯定是不像啊，不能说不像，不是啊，它又不是啊。那其他各方面的话，说一下可动吧，其实跟老款差不多。那么采用的一个布的披风还是挺好看的，造型也挺好。虽然说它没有老款那种胶衣，它不可能做胶衣，那个胶衣成本太高了啊，用布啊给轻微做了一下，反正能看。那两个翅膀呢，就是单关节呗，反正就是上下这样的，挺偷懒的。那肩膀还是一样的很松啊，这次这批反正都是松。那其他的话，平转的这个手腕啊，二头肌也能平转啊，这个也是，这二头肌平转挺扯的，其实它已经有这个平转了啊。那其他各方面手腕就是单关节了，这个手腕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沿用以前那个。你既然已经换关节了，那么这个还好，这个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球形关节的那种连接啊。那腰部就是含胸，那么其他各方面没什么可说的。前踢后踢那平踢都可以，但是还是一样用了那个非常大的那个暴露的关节啊，大家一看就看出来这两个眼儿，怎么感觉他妈的，哎呀又说脏话了，感觉那个就是说有两个屁股眼儿在瞧着你，这很突兀啊，就显得这款玩具呢，你看整体上半身还可以啊，到下半身到这里突然这个暴露关节太厉害了。其实这种小关节眼儿倒无所谓啊，但是这种两种就太扯了，而且他又不是没有技术力啊，他不非要做这种，大概是因为太瘦了。但是，如果说你要太瘦的话，你换个关节，它也是有的。但哎呀，他就不给你做，算了，就那么着了。其他各方面就是腿啊，非常的细，双段关节倒是也还可以。还是采用了那种，如果说他要做逆足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大家知道吧？相当简单，但是他应该是做的不是特好，或者说技术力达不到啊。其实这边啊做一下，其实还是挺能看的。跟原版还是那个老款的31代还是差别很大啊。好吧，不多说了啊，就这么一款玩具。那么两个臂甲呢，还是挺唬人的啊。剩余的话也就是这样。反正涂装呢，也就是这种一样效果。兄弟们，喜欢的话，反正也见仁见智吧。哎，总体来说，算是弥补了一个梦魇的这个经典形象吧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呢，就跟兄弟们分享到这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